小狼，身体还是不舒服吗？1个月前，我从现代穿越到了这里。原主本是女儿身，未续香火，被当作儿子养大。可前不久，为官的父亲突然自缢，爷爷先家道中落，母亲便带着棺材回老宅祖坟下葬。小狼，爹没了，家中只有你这个儿子可以依靠，辛苦你了。既来之，则安之。在没有找到回去的办法前，我要代替程心，带着他们活下去。南翼城市2房长子程清，携小娘和大姐拜求老宅开门，为先父下葬。我们早早送了3封信来，现在连个仆人也没有。老宅的人就是故意不给我们开门。当然是故意的，不是老宅的人死绝了，而是不想搭理我们这孤儿寡母的。姐姐，无妨，再等等。大声吹！这是程家暴丧，没听说呀。莫不是要讹程家？不知道是哪来的乡巴佬，这么大眼睛。程氏可是本县第1大族，是在朝为官的有好几人呢。对啊，这样啊。敢问乡亲，这里可是南翼城市2房？我先前派人送信回老宅，怎么没有人开门呢？我们带着亡父的尸首赶了3个月的路回老家，却不能从老宅发丧。小郎君，你亡父可是程家2房的人，家父正是南翼城市2房的长子。真是岂不是嘛！哎呀，你孤儿寡女也下得了手。这样，长子可是当年有名的才子程之远，这也太过分了。程小郎，你莫慌啊！程氏是南夷大族，家风清正，我替你去求族长，程五老爷做主。多谢。各位街坊，何事在我程家门前吵闹啊？程三爷，这么大一棺材，你假装看不见呢？小侄程清，见过三叔。你有何事？先父身故，只求从老宅发丧，葬入程家祖坟，入土为安。本想为你父亲留些颜面，可你们偏要闹出这么大的动静，那就休怪我无情。程三爷，连你自己的亲侄子你都要恐吓。对啊，都做长辈的，怎么一点慈爱之心都没有？是啊，当年大哥主动分家，离乡千里之外，10几年间从未有过家书送回2房，更别提年礼孝敬。诸位，试问这主动分家、离乡、自立门户之人，还是我南夷城市的族人吗？都是说的。是啊，有道理。先父分家，分的是钱财，但这血脉亲缘却是扯不断的。正所谓落叶归根，若三叔不愿，我便只能将先父葬在这程氏祖宅门前，也算是告慰先父的在天之灵。你休要在此吓唬人，我倒要看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。哎，程五老爷到了。那就是程五老爷。说，让各位邻居们见笑了。这本来是我程氏族内的事，却闹得邻居们不得安宁。程清啊，虽然你的父亲已经分家，但你们父子还是写入了族谱。我以族老的名誉问你，你是否只要求你的父亲能够葬入祖坟？族长，万万不可！常言道，家丑不可外扬。但今日，为了我程氏100年清正家风，族长只能冒犯了。说，大哥10几年来从未有过供奉，视为不孝。身为朝廷7品命官，去年洪灾的赈灾银两落到他的手里，却所剩无几。钦差未到，便畏罪自杀，此为不忠。贪污赈灾银两，灾民死伤惨重，视为不义。各位
如此不忠不孝不义之人，我怎么能让他的官舅进我程家的大门？当年先父李家放弃了本该继承的全部家产，都留给了二房，这也叫不孝。先父为官10几年，兢兢业业，他现在家营最深，受家罪起，这也叫不忠不义。三叔上下嘴皮一碰，便把先父养成罪人，未免也太……黄口小儿，你父亲如果没做亏心事，怎么会畏罪自杀？让他的官舅进门，是脏了我程家的土地。没错，若我早些穿越，定不会让这柳氏就这样贸然返乡。案子还没查清便下了葬，岂不是更加坐实了畏罪自杀的罪名？现在只能……钦差张大人正在彻查此案，莫非三叔比朝廷命官还要了解案情？再说，若是没有张大人的允许，我们孤儿寡母若想要将先父的官救，运回南夷。既然未结案，那你父亲还称不上清白。好，身为人子，自然不能让先父不清不白的下葬。武叔爷，诚心只求将父亲的棺柩暂借存义庄，待洗刷冤屈之后，再从二房发丧，风光大葬，以清白之躯葬入祖坟。你既然有这个志气，那你就要坚守自己的选择。如果你的父亲罪名成立，那我们程氏家族绝不能认这样的子弟。武叔爷，诚心相信先父的为人品行，当然也不会怀疑南夷程氏对先父的孝道。若案子结果不好，诚心也不会罢休，将案子打到刑部，打到大理寺，甚至打到金銮殿上，也为父翻案。好，说的真好。对呀，说得好。你既然有这个想法，族内也不能不有所表示。宝剑锋从磨砺出，你们年轻人要干成大事，就绝对要磨砺一番。我这样有200两现银，你先拿回去用。等你把官柩和你母亲都安顿好了，你再来五房见我，明白吗？成亲，40听叔爷。二房也出200两，送给我的好侄儿。多谢三叔。小侄先前对三叔多有误会，以为三叔不念兄弟之情，看来是小侄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了。这话怎么听着这么不舒服？还有，这小子不是清高吗？怎么就收了？这灾银案牵扯颇深，成亲，我看你怕是自身难保。老爷，京城那里来消息，灾银探莫言，三皇子对叶王府穷追不舍。叶王世子不是要亲自南下查案，想必三皇子耳目也会一起南下。当今伟帝薄情多疑，且看他们互相争护，两败俱伤。老爷齐政，祸水东移，这样我们去京城就少了很多风险。光复豫章太子的天下，携小主人登基，指日可待。只是苦了柳娘和孩子。走吧，动身去京城。小郎，你为何要收下三叔那200两银子？老宅的人那样欺负我们，在父亲生前就不和老宅来往了。你这样做，岂不是让他们看清了我们？母亲，如果不算从天而降的400两银子，家中还有多少银子？你父亲去的突然。家中本有800多两现银，这银两为你父亲买棺柩，遣散下人，又为小郎你寻医问药，如今只剩63两和1贯铜钱了。程志远为官多年，全部家当捐，只有这点银子，实在清廉。这么个穷知县，怎么可能贪污？母亲，小郎，如今家道中落，就不必讲究以前那些排场了。我这头面和衣服送去当铺也值个400-500两，总好过向老宅的人低头。姐姐，我就是再没有，那也不会让你们无钗可戴，无衣可穿。那别家女眷有的，我早晚也能给你们挣到更多。我让母亲告知你们家中余钱，也是为了让你们知道，这银子是个好东西。我们可以和老宅过不去，
可千万别和老宅的银子过不去。当年分家，先父分文未取，把所有的家财都留给了继祖母朱氏，人家会感谢父亲吗？不会，他们只会笑话父亲傻。今天三叔腰间挂着的羊脂玉佩，少说也值个180两，比我们家全部现银都多。那就是父亲曾经放弃的家产。小郎，你要重新争家产吗？不必，我只想说，老宅的银子，咱们大可花的心安理得。那也不是继祖母从娘家带来的，而是我们二房立祖世世代代辛辛苦苦攒下来的。可借了老宅的银子，他们就有理由搓磨我们了。母亲，借不借银子，老宅都会和我们过不去，我们只能迎战，当不了缩头乌龟。程小公子在家吗？朱太夫人，请您到程家老宅一叙。人带来了，见过老夫人。起来吧，我可不敢为难你们，不然弄得全族人都知道了，不好吧？是。母亲，快起来！祖母慈爱，我们可莫有辜负。传闻程卿聪慧，今日一见，果然伶牙俐齿。可有读过书啊？回老夫人，先父忙于政务，只教会我10几个字，不怎那怎么行呢？我们南夷城市诗书传家，家中男丁5岁开蒙，8岁就要进书院，12、13岁就要参加童子试。程圭少爷今年才16岁，去年已经考中了秀才。程家书香门第，作为晚辈，自然也不能给程家丢脸。听祖母这意思，是要送程卿去书院读书。入书院可是要考试的，老身说了不算。你连4书5经都没有读过，如何考得过呀？哎呀，程圭堂兄这般优秀，作为同族堂弟，自然也差不到哪去。祖母，您说是不是？再过3个月就要考试了，你自己去试试吧。程卿，谢过祖母。小郎，你想要参加科举，你是女儿身，这可是要掉脑袋的大罪。母亲，父亲还等着喜宴下葬，姐姐将来也要嫁人。我年纪尚小，一身布衣，自从回乡便处处受到刁难。我若不考取功名，如何护得住我们一家老小啊？待你父亲下葬，我们去一个没有程家人的地方，你也能恢复女儿身。娘不要你去搏富贵，只求你能平安度过余生。走吧。撤！谁这是？撤！陈贵，又有人在你家门口打秋风。不知哪位是程圭堂兄？初次见面，表达友爱的方式就这么特别？一个病秧子，脾气还不小，难怪之前能闹出这么大的动静。见过伯母，刚才我替这位朋友道个歉，他只不过想跟堂弟开个玩笑罢了。开个玩笑，母亲，我们还是快点走吧。这二房可不是我们弄来的，被当成上门打秋风的穷亲戚不说，搞不好还丢了性命。你怎么像个刺猬一样？母亲，我服你。陈贵，没想到你这个表弟嘴皮子还挺利索，长得倒是挺眉清目秀的。见笑了。刚才的事不许告诉祖母和三叔，听到没？是。走。
是欺人太甚。母亲，我去给您请大夫。用药就涂上，揉一揉就行了，不用请大夫。就是不请大夫，也该找个医婆前来看看，这万一伤到筋骨可怎么？姑娘，劳烦你去请，最好是找一个口碑好、嘴碎的医婆。医术好就行了，为何要嘴碎？母亲受的委屈必须要讨回来，我一定要给这个堂兄好好上一课。好，我不要紧，倒是你科举的事，我不能同意。光天化日，程圭就敢这样欺负人。若父亲的死被定性为畏罪自杀，别说朝廷不问罪，这二房也不会放过我们。我们以后还有什么好日子过？钦差张大人是个明官，案子会查清的。母亲，与其把希望寄托给别人，不如靠我们自己的努力。没有人可以当你一辈子的靠山。更何况你不允许自己活动温柔，谁都能踩上我的脚。你听听，外面都传了些什么？说你故意纵马惊吓长辈，这程家的脸呐，都让你丢尽了。贵哥啊，你怎么能做出如此鲁莽之事啊？平时祖母都是怎么教你的呀？祖母，我错了，我不应该在不相干的人身上浪费时间。既然事情已经发生了，我就应该早早告诉你。我错了。知错就好，你有错呀，有祖母教训，不是什么外人可以随便算计的。您也认为城里的谣言是程青的手笔？程青才多大呀，怎么会有能力操控谣言？柳氏更有可能。大伯这位续弦或许并不是空有美貌，柔弱的外表掩不住柳氏的实力。不管出自谁，反正啊，老夫人，程青少爷人在门口，他胆子倒不小，竟敢自个儿找上门来。哎呀，一个黄口小儿把你吓成这样，他又做了什么出格的事啊？这么多铜钱，什么呀？这是程小郎，这又是何故？对呀，这是怎么回事？诸位乡亲想必已经听说这几天的议论，说我回乡是为了上门打秋风，这名声我可就要上碑了。怎么能这么说？所以便将三叔赠我的200两银子悉数奉还。我们也听说了，还听说你那堂兄纵马吓人，这都是真的？当然不是，也不知道是谁胡编乱造。我母亲啊，确实是扭伤了脚，但也确实和程圭堂兄无关啊。是。你这孩子，何至于此啊？祖母，三叔送我的这200两银子花掉了些，仓促间凑了一些铜钱，还请祖母找人清点清楚。真的要还钱，那就低调将银子送回二房就好。故意选择大白天，还将银子用铜钱代替。铜钱体积大，抬一箱子铜钱招摇过市，生怕此事知道的人少，生怕二房名声不够臭。程青就是另一个程之远，程青此番来就是为了膈应我，就是要和我作对。还是收下吧，人家孤儿寡母的，惹不起躲得起。就是啊，老夫人，这区区200两就把人家孤儿寡母打发了，还要奚落人家一番，这可……祖母啊，这些钱你可千万要收回。就算老宅不资助我，等我以后有出息，也一定好好孝敬祖母。你瞅瞅，你看看人家这都这样了，还孝敬。我说老夫人，这钱啊，你还是抬进去吧。这本该10几年前就分了家的事，就该各自安好。你看你还在这儿假惺惺的演什么戏呢？这叫什么善心？给人家孤儿寡母留条活路，不要逼死他们娘俩，这才是最好的善事。大伙说是不是啊？是啊。也不知道是哪个天杀的造谣生事，让我们跟亲哥之间生了嫌隙。哼，也罢。那就把钱抬进去吧，别让亲哥为难，
日久才能见人心，他早晚会知道，一笔写不出2个成字来的。二房什么时候不管他们孤儿寡母了？啊，都散了吧。走吧，走吧。祖母，老夫人，你也看见了，这个程青小小年纪却充满心机，他若将来得了好，少不了给我们添麻烦。这小子实在狡诈，精明的过了头。但陈龟少爷是一心孝顺您的，正是为了龟哥，我才不得不防啊。若程青像他爹当年一样有天分，又进书院，但凭老夫人吩咐，你看这一盆花有几朵开得好就成，太多的花苞生长，它会争夺养分，到头来啊，一盆花都开不好。我明白了，这就去办。娘，大姐，程青，先走。陈小狼，加油啊！程小狼，你一定能考上。程青定不负所望，多谢。加油啊！多谢。没有秋风可打，你连车资都出不起，怎么着？走路去书院，10几里路呢。等你走到书院，别人都考完了。哎，什么眼神？你这是？我跟你说话呢。切，我跟你说话呢。哎，多谢于少爷一路护送，以后不必这么热情，就此别过。嘿，我说你。倒要看看你到底有什么本事。你们只有1炷香的时间，不可喧哗，不可交头接耳，不可夹带作弊。书院考试现在开始。什么？小狼怎么会作弊？刚刚门外的小伙计信誓旦旦说小狼作弊被书院拿下了，让家里人去取宝。小狼一定是被人陷害的。是啊，小狼日夜苦读，不能让他被人害了。我们去书院。好。柳娘子，程武老爷有话带到。快请讲。程武老爷听说了书院的事情，已经动身去书院。他老人家让我知会您一声，莫要添乱，安心在家等着就好。书院已经知道了。街面上传的到处都是，五爷听了很生气。小狼他不会作弊的。自从要考试，他没有一日休息过，一定是有人冤枉了他。事关程氏一族声誉，吴老爷不会坐视不管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母亲，夫子，有人扔纸条。都停笔！有人作弊，本场考试成绩不作数。程青，都怪你，害我们白考了。就是又不是我作弊，这不是我的，我这是书院彻查。作弊被抓了还不敢承认，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汤。就是呀。纸条上写着最后一道题的答案，如果书院的考卷没有提前被泄露，那答案就是在这考场里写。那真正作弊之人就在我们其中。那是谁啊？
把试卷都交上来。字迹没有相同，程清啊，你还有何可辩？不行，这总归也不是我的字迹。夫子，夫子，怀瑾来得正好。这帮小子无法无天，竟敢在学院入学考试中作弊，被抓了个现行，还不肯承认。怀瑾，孟怀瑾，孟介人。早听闻这孟怀瑾虽家境清贫，却过目不忘。入院以来，回回考试都是第一，现如今已有举人功名在身，是南医书院的活招牌。想不到大名鼎鼎的孟怀瑾，不仅脸长得好看，手也挺好看。程清，这最后一题你可会做？会做。那便写完。考试继续。好，交卷。夫子，你，还有你，可以走了。再做。停笔。交卷。你可以走了。再做。放笔。再做。这到底是作弊了没有？再做，再做，再做。不写了，手腕都心疼了。我也不写了，这样能查到作弊的吗？这是书院，不是你孟怀瑾的后院，折腾人算怎么回事？这是你们来南医书院的入学考试，我代表南医书院来调查清楚。你这是偏袒，因为作弊者是程氏子弟。好好一个介元，也要拍程氏的马屁，毫无风骨。拍程氏马屁？没有程氏建立南医书院，宴请名师，孟某便没有今日之功。我感谢程家是应该的，况且我已经知道作弊之人是谁。此人便是作弊者。此人便是作弊者。我，孟兄，
虽说你身为寒门学子的榜样，但你也不能误人清白啊！你也出自寒门，岂能不知寒门学子求学的艰难？你为何？孟师兄，莫不是随便指认了一个老实人？还说没有偏袒程氏呢？我没有偏袒，而是程清并未作弊。你可知为何？可是因为我卷子做得好。厚颜无耻！确实，你的卷子答得不错。孟某人再不济，但是在科考学问上还是略有心得的。程清的试卷一次次发挥得很稳定，他本就有实力考进南医书院，又何必去冒险作弊呢？谁知道他那是不是为了保险起见？没错，仅凭这一点，不足以洗清他的嫌疑。不过你们都看到了，字条上的字迹和在座的考生都不相同，而是写答案的人经过刻意掩饰，用左手写的。没错，我让你们一次次的写试卷，一边是看谁会做贼心虚，一边是在观察。一来，只有你左手袖口会带有墨迹；二来，你的右手写累了，几次都会下意识换成左手。我只是心中烦躁，方才换笔。既如此，那你应该不介意我派人去你蒙师处求证，再取你平时的课业对照。如若我错了，孟某不仅愿意当众向你道歉，还会允许你免试进入南医学院学习。我一时鬼迷心窍，收了程清的钱财，方才作弊，求你饶过我吧，我知错了。我们素昧平生，何时给过你钱财？你再说了，莫师兄刚刚都说了，以我的学问水平，何至于作弊？我们孤儿寡母都要靠族里接济，哪来的闲钱？你若非要污蔑我，不妨我们就去衙门对质。你身为大族少爷，自有仆从替你出面。够了！我在门外已经听得明白了，你作弊被抓，还攀咬无辜之人。来人呐，把他送官法办！我都说，昨晚有人在我桌上留下一笔钱财和一张字条，让我今日扔纸条给程清，无他名声，让他无法参加科考。我也是没钱交学费，才一时鬼迷心窍，酿成了大祸。求大人饶了我这一遭吧。你既然如此，也可以不必送官，但是你行径恶劣，南医书院永不录用。3日之后重新考试。程清啊，放心吧，幕后之人，老夫一定会一查到底，绝不能让你受不白之冤。眼下你还是跟老夫一块回城，你的母亲和姐姐正在等着你呢。叔爷特地赶来主持公道，程清自是相信叔爷。好，咱们走。于显，学生于显，见过程王。你就是前几天纵马的于家三公子吧？误会，我这次来啊，就是想化干戈为玉帛。听闻于少爷对外放言，我如若考入书院，你便当众对我道歉。可惜今日考试不作数，于少爷，这是等不及了。既然重考了，那就等放榜再说呗。大丈夫一言驷马难追，你若真中了，我当众给你道歉。程清，哎，放榜了，走看看去，放榜了。哎呀，程清是第1名。我于显，目光短浅，行事粗鄙，真看不出来。在此向程清赔礼道歉。快请起，于公子能屈能伸，程清自是不会计较。得意什么呀？这才刚入学，离科举还远着呢，说不定也只是碰巧。不是巧合。程清，恭喜了！以你的天资，加上勤学苦练，中举指日可待。师兄谬赞。不愧是孟介元，话说的可真好。你是不知道，这小子没正经读过书，我们南医书院可是人才济济，哪里轮得到他呀？于三公子，
这是不服。3日后正是中秋诗会，于三公子可敢趁机同程清比试比试？好啊，比就比，就是不知有人怕不怕。程清定会复原。考试那天我就发现了，你的手比普通男子要小不少，说是女子也不为过。程清，保护好自己。多谢师兄，程清先行告退。大郎，经理来的书信。看来叶王世子已到南夷查灾银贪墨案了。眼下你与他合作，能以更快的速度进国子监读书。先生，我该回去吗？我本就是被抛弃之人。我记得你曾经说过，读书是为了天下人。你不去京城，在这里能为百姓做什么？况且你不想问问清楚，他为何要抛弃你？小时候，先生告诉过我。我的身上流淌着皇室血脉，如今虽然不知归处，可流落在外多年，此番回去也不知是福是祸。你胸怀天下，苦学济世，自当知行合一。先生教导的是，与天下人相比，怀己的苦不算什么。哈，只是叶王世子送来的账本，你作何打算？中秋文会将至，南医书院人才济济，为萧世子选贤举能。做渔翁不做鱼，此法甚好。大姐，娘，大姐，我中了！小狼，你考中了！我就知道小狼这般苦读怎么会考不中？爹在九泉之下该多高兴啊！这只是个开始，等我考取功名，定能为爹洗冤。这日后啊，就再也不会有人随意欺负我们了。程清啊，程清啊，程清，我早就知道你能够考上，我特意啊给你送来了一份贺礼啊，看看，满意吗？昨晚我还在想去哪儿搞点银子养家，今天就有银子送上门。满意是满意，只是这地契，程清不能收。哎，这百亩田庄已经归于你的名下，这地契在衙门也上了档，你不收，我给谁呀？再说了，这是你的继祖母朱氏出的银子。原来这就是程武老爷所说的不会白受委屈。吴叔爷，多谢您做主，只是这地契，可否请叔爷暂代为保管？家中贫寒，突然多了个庄子，对先父的案子不利啊。有眼界，你父亲的案子，六老爷已经来信说了，钦差大臣已经回京向皇上复命了。吴叔爷，合台府洪灾死伤惨重，赈灾银被贪墨，民间定然怨声四起，只有尽快结案，才能消除民怨。可是这天子拖了这么久，怕是牵扯到了皇亲国戚。你这孩子还是早慧啊！可是你现在还是草民之身，这朝堂之事如何插手呢？多谢武叔爷告诉我这些，眼下只有尽快考取功名，才是最好的办法。这每个灯笼上各有一题，答对者记1分。程清，你先。笼中有鸡兔，头共10足28，问鸡兔各几只？鸡兔同笼，终于能发挥穿云的优势了。鸡6只，兔4只。正确。程清记1分。
草地20亩，5牛10日时限，若有10牛，问几日时期？5日。澄清，记1分。我说澄清啊，你是考账房还是考秀才？怎么一直做算学题？有人说过不能答算学题吗？我看是有人不会吟诗作对吧？只会找算学的歪门邪道，有辱斯文。哎，莫师兄，你看看，这个人可无心切磋，知道答对题能赢银子，正往钱眼里钻呢。既是切磋，我做题有什么不对？今日切磋比的是学识、头脑还有个人综合素质，以答对题的多少数量为胜。这每个登录上的题都计入在内。比就比。哎呦，真是厉害呀！是啊，真厉害啊！哎，又答对了。这澄清对了那名不虚传啊！果然有才呀！余钱也不错啊。就看他们到底谁厉害了啊！共10两。澄清再得1分。今日切磋，澄清答对30题，余显25题，澄清胜。这不公平啊！怎么都是算学题啊？于少爷，愿赌服输。这算学题你答不出，对联你也没对出来啊。于某愿赌服输，先行告退。银子拿来。这是今日你赢得的银两。这么多，多谢。你很会算账，小小年纪45经都不曾读，怎会想起钻研算学？先父说我性格粗糙，难学圣人大义，便让我多学算学，磨砺心性。原来如此，我还以为只有后宅女子才会学管家理账。师兄，莫要打趣。今日比试你虽然赢了，但对的大半都是算学题。我看你吟诗作对是半点也不会，书读的还是太少。从明日起，每晚我给你补习1个时辰，如何？能让孟师兄私下补习，必定事半功倍。可我总觉得他已经看穿我的女儿身，万一些数过多掉了马甲可怎么好？澄清，你晃来晃去干什么？快进来。哎，坐。喏。师兄，我来找您可不是为了学算学的，是钱粮账本，我帮你补课，你帮我查账。这人在发什么疯？算学好有个屁用！查账的本事是一般人会的吗？别跟我说你不会啊！3天不行就5天，5天不行就10天。你也不用担心落下功课，我可以帮你开小灶，都补回来。可是这账目并非书院所有，不知道师兄打的什么主意。要是查到什么阴私，我的脑袋可不够掉的。澄清，这世上很多事情都有风险，但是你付出就会有机会。你又怎么知道这个不是你的机会？我知道你想科考入仕，为父洗冤，但你想过没有？如果你父亲被定罪，你连科考的资格都没了。我言尽于此，若是你还是不愿意，可以随时离开。孟师兄的人品，我自然相信。可是此事你知我知，澄清不希望有第3个人知晓。但你可知道，这账本是谁给我的？此事我不能答应你，但如果你把账算好，账本的主人可保你科考资格。
哎，看看，又是第几啊？你第几啊？成亲的第一啊！没看着，他也太厉害了吧！太厉害了。你看看，真是不得了。总共是26万两的亏空，真是头疼。算好了。师兄，账目已经整理好了。很好，比我想的还要更好。你不会让我去见我爹就够了。师弟，你是聪慧之人，好好休息吧。等我把账目转移过去以后，或许那位会来见你。我还没活够呢。先不必急着拒绝我，你忘了我跟你说的，有付出就会有回报。你都付出这么多了，难道不想要回报吗？程公子，请进。你就是前江宁知县程知远之子。在下程清，先父正是江宁知县程知远。把你知道的都说出来。26万两白银就是我的答案。今天我是来问您的答案的。你父亲不是自强，他是中毒身亡，被人挂在了悬崖的房梁上，伪装成自杀，不过是替罪羊罢了。如何敢肯定？抱歉，我不是质疑你，只是此事关系重大。你父亲的棺椁存放于义庄，我已命人验了尸。敢问尊驾是？大胆！无妨，等你科考入仕，早晚会知道。不过，你真的该感谢孟怀瑾，若非他再三推荐，我是不可能会见你。你父亲的案子，南一城师根本无力周旋，只有我能获得清白。尊驾是否是朝廷新委派的钦差？我不是钦差，你也不用乱猜。我本来就没想隐瞒遮盖。皇帝之所以将此案搁置，是因为牵扯到了叶王。见过师姐。叶王世世代代镇守西北，战神名号无人不知，怎会？等等，叶王军权贪墨。敢问世子，这26万两白银是否就是叶王军饷亏空？孟怀瑾说的不错，你胆子很大，是个人才。那么程清便是猜对了。朝中有心之人，的确想借此案将灾银贪墨推到本王的头上，但我萧家世代忠良，又怎会拿灾银去填补军饷的亏空？怕是功高震主。你已知道我的身份，又查清了账目，已然是上了叶王府的船。程清，你怕不怕？若我说怕，还能下得了船吗？能下船的只有2种人，第一是叶王府的人，第二便是死人。叶王府家大业大，怎么会看得上我这样的小人物？不过我要为父翻案，世子又不想背着黑锅。既然目标一致，程清愿意在账目上为世子所用，而世子帮我翻案，也不过举手之劳。你倒是和你那师兄一样，不怕被吓唬，但你凭什么觉得我会和你合作？你别忘了，账目已然查清楚。账目这么重要的事情，世子居然愿意偷偷找人去做整理，这就说明世子身边没有可信或者可用之人，对不对？想要撇清军饷和灾银的关系，光是查清亏空，可不够吧？够聪明。况且，听闻天子向来忌惮兵权，早年间借皇后娘家顾家军打败了先太子豫章，才继承了皇位。可这么多年来，只有皇后一人活到现在。如果不查清楚，保不好萧家军就是下一个顾家军。够！程清既然愿意当这马前卒，便有法子一试。
这26万两亏空，到底藏着什么秘密？和我爹的死有关联多少？怎么会有2个账本？这个是原本的账目，这个是我做的假账。什么意思？那日我拒绝了世子的招揽，可是我想为他翻案，但原本的账目漏洞百出，所以我才做了这个假账。不上世子的船，他会信你吗？我敢说，我做的账目就是户部来查都不会有漏洞。幕后之人想要揭露叶王府真相亏空的事实，嫁祸佳音一案。难道叶王真的敢拿出26万两白银巨亏的账目吗？世子来南夷不能久留，留给你做账的时间不多了。可是师兄，你天资卓越，为什么不好好读书，考取功名，非要和叶王府搅和在一起呢？我不是叶王府的人，但我要进京。我答应帮世子去做账，他便可以引荐我去国子监读书。原来师兄是借花献佛，借成亲献世子啊！你胡说什么呢？现世在即，这几天继续过来，我来帮你补课。好。雨森，干什么？我还要问你干什么呢？你鬼鬼祟祟跟着我。我发现你最近晚上都不知道去哪儿了，是不是怕了？要向我跪地求饶啊？唉，我真不知道如何说你。我们之间只不过是有些小过节，你又何必这般斤斤计较？我真怀疑你。怀疑什么？怀疑你看上我。有些少年郎幼稚得很。我年少目暗，却不敢直视自己的内心，却想尽一切办法吸引对方的注意。如果真是这样，我决定原谅你。你精神病吧？还我喜欢你？开玩笑！黄脸小矮子，你也不撒泡尿照照？世子，你还是不愿意做本王的人。别人不敢，只是程某只承诺账册一事，并没有其他约定。是因为孟怀瑾？他不愿意为叶王府效力，你便也不愿。世子，行了，本世子这点气度还是有的，你们也不用对叶王府如此谨慎。我萧家向来无心党争，只为自保，长守边疆罢了。放心，账本已经到手了。回京之后，我会为孟怀瑾铺路进国子监，程之远也会沉冤得雪，买卖公平。本世子说话向来算数。谢世子。师兄，程青，这几日辛苦你了。师兄不必客气，各取所需罢了。况且我听说师兄一节课是几十两，是我占便宜了。小郎在门口，还有孟小郎。娘，何事这么开心啊？惠娘定了亲的齐家老二下午来探望了，还送了不少东西呢。哎呀，娘，咱们还在校期，齐表兄不送食品家用，送这种东西不太妥吧？多少是个心意嘛。
这蔷薇露就要值2两银子，这还是普通货色。你们说的齐老二可是齐岩松？正是。此人我认识，前几日刚考入南医书院，夜夜宿在那明月楼。什么？带我去。齐表兄，小弟仰望云月楼头牌已久，听闻齐表兄他夜夜笙歌，请，可有此事啊？会好。不说了，确有此事。干了啊！听闻这头牌长得温婉可人，齐表兄是如何独得青睐的？让小弟也学学。没想到表弟也是同道中人啊！无非就是送点胭脂水粉、蔷薇露什么的。那万一对方不收呢？那就送给别的姑娘啊！你得挑贵的送，再写几封信表忠心，对不对？啊，如今程家家道中落，让齐表兄娶了大姐，确实有点委屈。不知齐表兄作何想法？家中长辈不愿意我娶表妹，但我心悦表妹啊，愿以贵妾之位安置表妹。除了不能给予正妻之位，但一切待遇都比照正室。我程清的姐姐居然要沦落到给别人做小老。哎呀，齐表兄跌倒了，都是我不好，害他醉酒跌倒。哎，这咋回事？疯了吗？打起来了！嘿，你这不对，对不轻啊！可不是。娘，大姐。齐岩松，她不能嫁。小郎，你在胡说什么？哎，我在明月楼同她吃饭，她亲口承认和那头牌厮混，还送了她一瓶上等的蔷薇露，把挑剩下的送给大姐。这种人说什么都不能嫁。别听你弟弟胡说，这其中肯定有误会。我看严嵩的孩子一表人才，怎么会和青楼女子有来往？即便是真的，也是被那些青楼女子哄去的。齐家难道会让青楼女子进门不成？哄去？我看那家伙他有经验的很。待你生下孩儿，生一个儿子就能在齐家站稳脚跟。若是生几个儿子，齐家上下能把你供起来，纳不纳妾又有什么关系？娘，那个混蛋说，他要娶了大姐做妾室，不是正妻。什么？你莫不是编出来诓我的？不，母亲，婚姻是结两性之好，像齐表兄这样还未成亲就瞧不起我们家，纵是正妻，我也不要嫁。大姐，如今除了齐家这门亲事，我不能保证是否能让你找一门更好的亲事，也无法预测你后半生会不会幸福，但我可以向你保证，以后我便是你最坚强的后盾。好，小郎，姐姐信你。这亲事一定要退。有阳县齐家来访，特意退回程家庚帖，我们来退婚。他竟然敢先发制人，走。你们齐家如此大张旗鼓来退婚，不顾我惠娘的名声和体面，你们是要逼死惠娘吗？这说的是哪里话？我们家严嵩和你家小儿吃了顿酒就变成这样，我们可不敢忍。齐老爷来的正好，免得我再去一趟永阳县。齐老爷这是知道了令郎的所作所为，无颜面对我们程家，所以才主动提出退婚的吧？这到底谁要退婚啊？你这小儿怎可满嘴胡言？明明是你家父亲贪墨在淫，品行有亏，如今落得家道中落，
至于惠娘，就算退婚，她也是我齐家的亲外甥，她以后还得是在我齐家生活。我不愿意，我要留在家中。你这孩子，你在家中，舅舅如何照顾你？虽然你和严嵩的婚约作废，但是你放心，舅舅肯定会为你寻得一门好亲。席下才是你的依靠啊！退婚就退婚吧，怎好勉强别人一家子骨肉分离呢？是啊，你这人不讲道理。哎，滚！哪那么多废话？这不是诸位多体谅，齐老爷这怕是心虚，才如此着急。婚要退，道理也要讲清楚。这退婚并非我大姐品行有瑕，而是我们程家看不上齐二公子的人品。你胡说什么？我从不胡说，只根据事实讲话。我这里啊，要退回齐家的耕田，另外也会退回齐家这些年送东西，也请齐老爷将我大姐生母留下的嫁妆一并退回。这事儿，齐老爷总要给我交代。谁出门会带那么多银子？再说，这是惠娘母亲的嫁妆，理应由我们齐家保管。待到惠娘出嫁时，再来给她交还。不是你这小儿真是好盘算，我看明明是你想早早拿回惠娘母亲的嫁妆，好填补你程家的窟窿嘛。齐老爷不同意，那这耕田便退不了。不如我们一同去县衙，请县太爷裁定。走就走。程齐两家退婚，齐氏嫁妆折现银5000两，即日归还。好，程青，你是苦主，还有什么可说？多谢知县大人，县尊面前，学生不敢撒谎。今天就算齐老爷不上门，我原本也要带大姐去永阳县退婚。这原本只是私下便能解决的事情，没想到齐老爷这么不顾情面，那我便也不用给你面子。这些是齐二公子与明月楼头牌互诉衷肠的信物，与庚帖一同退还给齐老爷。哎呀，这写的都是什么呀？你可真是不知羞耻！齐公子赎身，要娶青楼头牌，这婚该退呀！就是，程青小子，这惹祸的东西！知县大人，这分明是这惶恐小儿弄虚作假，折辱我儿名声啊！若是假的，齐二公子不会这般着急。再说了，是不是齐二公子的字迹？难道齐老不是一看便知吗？对了，还有一事，齐二公子花了几十两银子送上等的香露给头牌，转头就花几两银子送劣等品给我大姐。不想我把这香露打翻，这银子我可一定要还。齐老爷，你可千万要收下。小郎，若不是有你，娘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，还可能把惠娘推进火坑。你明明是女子，正因为是女子，才能更好的保护你和姐姐。见过知府大人。上谕，大理寺调查何台府赈灾营贪污案，前江宁县令程知远乃此案关键人物。尔等乃程知远家眷，也需配合调查。大理寺调查特使已在路上，特使到达之前，尔等只能待在家中，不得出门，不得与任何人联系。知府大人，学生定会谨遵吩咐，与母亲足不出户，等待大理寺前来调查。只是不日便要限时，如若特使还未到达，学生可否出门考试？放肆！惶口小儿，怎敢和知府大人提条件？都这样了，还想着参加县试？学生以为县试准备多月，实在不想耽误。让你们待在家中，是大理寺的意思。县试的事，过几日再详参。每日的饭食供应，本官会派人送来。在此期间，你们就留在家中吧。母亲，不必担忧。小郎，你好像一点都不惊讶，是不是早就知道了？我早有预料，
或早或晚，朝廷总要给在营贪污案一个交代。我一直期待这一天。可是要耽误了你的现实。我提为于知府，是于显的父亲。你之前和于显起过冲突，他们莫不是借此机会故意为难你？母亲，车到山前必有路，到时候我自有法子。若父亲的罪被定死，那我考取功名又有何意义？哎，孟师兄，想救成亲，我爹他现在能帮他的人只有你了。我？等一下你就去，然后就会这个样子。哎呀，今日这报函，这小王还能出来呀？成清啊，公子不能进。成清，于显，你来干什么？我问你，你还要参加这次县试吗？于三少爷，你们要带头闹事，给你爹知道了会罚你的。我没有闹事啊，我担心同窗忘记报名，特意来提醒。你在我爹手下当差这么多年，怎会不知道报名要统考的5人互结担保？正好，择日不如撞日。我这里有很多同学，今日就一起把此事办了。成清，你是不是进来没文书，不敢去考试了？快出来，跟我们一起报名去。没错，快出来，我替你互结担保。这是于三干的，这小子怎么突然这么好？不会真的对我有意思吧？于三，你千万别跟你父亲对着干啊！晚喽，程武老爷已经去找我爹了，想必他老人家已经知道这边闹起来的事儿了。程武爷，此事并非本官故意为难，只是朝廷的判决文书一日未下，程姓一家始终要受到监管。这是大理寺的意思，不能因为程清要参加今年的县试，就要提前给他全家解禁。大人，杨柳巷那边传回消息，说有一群学生聚在程家外面，问程清要不要参加今年县试，还说什么该去县衙礼房报名了。好啊，双管齐下，你们这是在请愿逼宫啊！大人啊，没人能够阻拦学生们的想法，他们要干什么，不是我所能左右的。再说了，把程清放出去参加县试，等他考完了，再把他送回杨柳巷，这个要求不算过分吧？好一个不是我能左右的！去，把带头闹事的学生给我拿下！大人，带头的是三公子。什么？这个孽障！这不爹，你怎么来了？好得很啊！回去再给你算账。闪开！程清啊，于知府愿意来此已是十分难得，还有这么多的同学和邻居都在为你作保。你要是出去以后，一定要老老实实的考试。你的父亲如果能够证明清白，你通过考试就能拿到功名。如果你的父亲不能证明清白，你即便考上了，功名也会被革除。你明白吗？多谢武叔爷，多谢各位同窗、各位乡亲，今日之恩，程清定铭记于心。于知府，我相信我父亲是清白的。今天出门，只是为了参加县试。程清，你闹了这么大的动静，千万不要辜负本官的期望，一定要考上才好。程清定不负众望。好，本官同意了。于知府真是青天大老爷啊，是不是啊？是啊，是青天大老爷。不过本官还是要声明，程清可以参加县试，但不代表他全家就可以自由出入。除了考试期间他可以出门，其他时候仍然不可擅自走动，直到朝廷的判决文书宣布结果为止。
民妇全凭于大人做主。哎，既然现在就有能互相担保的同考者，那不如今日就去县衙礼房报名吧。是啊，可以啊，对啊，好事啊。他们去，你给我回家。澄清这步棋走得不错，在他心里，我现在已然成了小人了。献考一事你也算帮了他。萧世子可曾有说过让你何时回去？等献考结束，贪污一案尘埃落定，我倒想看看这个澄清能走到哪里。娘，等我回来。哎，就是你澄清嘛，他怎么出来了？是他来干什么？让你混不守规矩。对呀，他来这能考来干什么？出成绩了！出成绩了！小狼，出成绩了！恭喜程公子，本次县试，程公子高中头名。哇！哎呀，恭喜恭喜恭喜啊！我就说嘛，这程家没有差的人。恭喜恭喜，苦尽甘来。恭喜了，澄清啊！听说你得了暗手，我们来祝贺你。太阳从西边出来，来者不善。多谢老夫人。怎么得了暗手，连老祖母都不认得啦？祖母，您这话是什么意思？你这左亲右邻的，一个个喜气洋洋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你得了状元呢。祖母，那就借您吉言，澄清好好努力学习，争取考个状元回来。牙尖嘴利，罢了，且让你得意一时。等你父亲的案子判下来，你那暗手也就是虚的了。什么意思？这是京里来的消息，你那好亲爹的案子判了，贪墨栽款，好好的少爷，你们就准备收拾收拾，准备流放吧。老夫人，你是在开玩笑吗？这案子还没判呢。是啊，这要是真判刑的话，怎么会没有人前来宣读圣旨呢？程家二房老爷才升了京官，想必快马传来了京里的消息吧？哎呀，那这岂不是说小狼的暗手不是白考了？我还送了礼。哎呀，有其父必有其子，他父亲贪墨，他考书院作弊，有人庇护他才入的书院读书。这暗手还不知道是怎么来的，你也配？没准也是。澄清何在？澄清何在？速速焚香备案，跪下接旨。说曹操，曹操到了。真的呀？看来朱老夫人说的是真的吗？想来没错。澄清柳氏接旨。奉天承运，皇帝制曰：原江宁县令程知远，赈灾勤勉，反遭构陷，今已查实清白，其蒙冤殉职，朕心甚美，特旨昭雪，革前案污名，追赠正四品暂制矣。西柳氏封四品公允，赐诰命陆敏，子澄清敏学可造，准入国子监读书，亲子。还不快接旨！谢皇上隆恩。哎呀，澄清啊，这寻常的官员因公殉职追进，那也只是在原来的官职上增加一级，而你的父亲越级追进，那可谓皇恩浩荡啊！啊，多谢二位大人。澄清，今日双喜临门，晚上太白楼设宴，你可必须要来啊！不错，来程家没人。双喜临门，当然要好好庆祝。诸位街坊，
诸位大人，今日成亲请客，大家不醉不归。好。老夫人，老夫人。哎呦，这大喜的日子怎么会如此呢？赶紧扶你祖母回去休息。程青，世子一路舟车劳顿，我先去安顿休息，晚上见。是。世子，请。哎呀，真不错，真不错。哎，程小郎，你连中3元，做了暗手，跟我之前见你的时候可大不一样啊。何老丈，这是什么话？当初若不是您仗义直言，程某也没有今天。无需多言，我也不藏着掖着了。我将我家婉娘许配于你，你是否愿意啊？可我是女子，这该怎么娶啊？晚辈已心有所属。何首富的孙女。程大少爷，何首富家的乘龙快婿非你莫属了。不敢，那日何小娘子落入水中，我不过是英雄救美罢了。听说那小娘子浑身衣衫湿透了，陈公子这是看也看了，摸也摸了吧？程少爷，这小娘子的名节可就攥在你手里了，难不成还能嫁给其他人？就是。拿小娘子的名节取笑逗乐，算什么爷们儿啊？就你们这样，还好意思自称是圣人学生，不脸红？于姐，这里又没有外人，我们几个只不过是在私底下开开玩笑，聊聊天罢了。更何况他们说的都是事实。如果我不去救那何小娘子，我就任由她溺水而死不成？就是啊，你不救人，何小娘子就会溺水而死不成？何家养的那么多仆妇家奴，竟找不出一个会游泳的？不可理喻，走。哼。于三，没想到你会替何家说话，到时有几分可爱。别转移话题了，现在全县都知道是程归救了何小娘子，那何小娘子失了名节，日日在家以泪洗面呢。何家人有恩于我，程归如今想挟恩图报，我自有办法对付他。贵哥，你可真是个有主意的人呐，竟然想出这么个英雄救美的法子抢亲呐！祖母，我要是不抢亲的话，那不是便宜程青那个小子吗？这何家呀，富甲一方，这何老员外又手松得很，对他那孙女啊，更是千娇百宠。你就等着吧，到时候陪嫁一定少不了。不过祖母，距离上次何小娘子落水已经过去好几日了，咱们要不派个媒人上门提亲？正是因为何老员外娇宠他那孙女，那何婉娘的脾气就不够软和，我们呐，且拖一拖他，压压他的脾气。何况有失名节的是他，又不是你。这事儿啊，本就该是何家着急议亲才对呀。可夜长梦多啊，祖母。让何家急一急，到时候你才好谈下更多的陪嫁，懂吗？是，我明白了，祖母。婉娘，别哭了。程小郎说了，他有法子，你就好生歇息，好不好？谁要他管？谁要他可怜？哼！婉儿，况且这都多少日了，怎么还没动静？老爷，小姐，那程归也落水了。公子莫急，奴家会水。公子莫急，奴家来救你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有人落水了！救命啊！快！来，喂，来这。这没事吧？公子醒醒！公子醒醒！醒醒啊，公子！这是溺水了，我知道怎么救，让我来。
我实在没有力气了，换你来，中途不能停顿，最好还能用嘴给他渡气，兴许还能救过来。快快！那奴家力气大，快！哎，醒了，醒了，醒了！方子，是谁下水救我？多谢小姐的救命之恩，承蒙定得加倍奉还。小公子，是奴家以手击胸，以口渡气，才终于救得公子性命。奴家也是好人的儿女，性命攸关，也顾不得男女大防，还请公子垂怜奴家。哎呀！龟兄这是开心的昏过去了。嗨，公子，你可不能有事，奴家的下半生还指望公子呢。公子，你醒醒！小娘子，在下南夷城氏子弟，落水的正是我的堂兄程龟。程龟品行高洁，以助人为喜乐。小娘子今日舍冥界相救，他一定会对你负责的。可不，前几日程公子才救了落水的何小娘子，是四处说要提亲呢。这夫人徐娘半老，程家是不会让她进门的。还是听听程公子怎么说吧。哎，这怎么还不醒呢？我来。好抖，不能醒。这龟堂兄虽然还没醒，但诸位都是见证，不如我们一同将龟堂兄还有小娘子送回城府，让长辈们做主吧。好，好啊！哎，快走！都说这天下才俊4分，国子监占2分，南夷书院占2分，看来这所言不虚啊。世子谬赞了。这程青也可分走孟怀瑾2分春色，或许他只是为了救自己的父亲，用命搏了一搏。世子，您说呢？你与程青不愿入我叶王府幕僚，但是你别忘了，是我叶王府推荐你入国子监的。孟怀瑾，京城和这天下，你们都逃不了。哪来的贱妇，竟敢赖上我家龟哥？如此明显的算计，以为我程家会认账吗？祖母，这位妇人真的救了龟堂兄，不顾名节，亲也亲了，摸也摸了，各位都是看得明明白白的。哼，你这婆娘竟敢欺负我母亲！儿子都有了，哪来的冥界之说呀？奴家确实为未嫁之身，这孩子是奴家的养子。没错，在下作证。这女子虽在外做了多年的暗娼，但并没有嫁人。好啊，还是个继子。怎么，不能从良吗？程小公子若不对奴家负责，奴家就一头撞死在这儿。如此的设局，害我们死不足惜。人家真的是救了程公子，程家怎对救命恩人喊打喊杀呢？就是啊，这女子可是有失名节啊。既是救人，和名节又有什么关系呀？我要报官。祖母，报官就不必了。您也说了，名节和救人无关，那程青就再次替何小娘子谢过龟兄了。这名节一事都不必再提。您说呢？程青，真没想到你还能想出这样的法子。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吧。行，以后在南夷书院，我罩着你。那若是我去了国子监，你还会罩着我吗？国子监，你要进京啊？世子，师兄，洗冤之恩，程某无以为报。只是程某还有一事不明，是谁害了我父亲？是三皇子，这次贪污的塞银，大部分也进了他的口袋。三皇子争夺太子之位，需要大量钱财，他见快瞒不住了，而皇上对叶王多有忌惮，便顺势栽赃给了叶王。这个是在你父亲自缢现场发现的木牌，跟三皇子的护卫令牌一模一样。父亲，三皇子虽非太子，但却深得陛下的宠爱，这个案子暂时还动不了他。能动，既有国子监的名额，我定当进京考学为官，
君子报仇10年不晚，定要让他杀人偿命。于三，你还是好好在这儿待着吧，少让于知府操点心吧。进京。先帝澄清，贪墨灾淫一案多有得罪，但你我早已身在其中，我并不后悔。京城诡谲，你既然心意已决，我不多劝阻，在京城等你，怀瑾。你是说程知远的儿子要来国子监读书了？是，是敌不是友，看来程知远之死要怪在我的头上了。可是我们才刚到南宁，程知远便死了，殿下，这笔账不能算在咱们头上。无妨，你去叫柔家郡主来。是。皇兄，你叫我呀？坐。柔家，我听说世子有个倚重的后生，不日便要来京城读书。这后生又不是女子，世子身边多一人辅佐，好事儿啊。可本皇子听说，世子几次拉拢他，这后生都很拒绝，惹得世子十分不悦。什么？区区庶民怎敢拒绝世子？朝堂之上，非友则为敌。日后你要是要嫁给世子，就免不了要多考虑他的身边人。哼，本郡主倒要看看他是什么人。多谢皇兄。你就是程清？郡主，怀瑾见过柔家郡主。孟怀瑾，你在这儿做甚？程清是我的师弟，前来接他入京。这位是柔家郡主。见过郡主。程清，萧世子笼络你为幕僚，你为何不答应？柔家郡主，干什么呢？世子，程清他怎可对你如此无礼，拒绝你的邀请？是吗？他拒绝了我，连你都知道了。13皇兄，我给你的书信为何不回？那信里都是皇家密事，当聊微信。草民自丑。我还以为你刻意跟本世子保持距离。程某不敢。那程清可愿一同用饭？倒也不必。程清，你怎可对世子如此无礼？程某只是想尽快去国子监安顿。你竟敢拿桥？国子监是吧？你给我等着！3日内，本郡主定让你滚出国子监！3日内，本郡主定让你滚出国子监！那3日之后，我还在国子监呢。你想怎样？若我还在国子监，希望郡主之后不要再找程清麻烦。好，你给我等着！你才刚来京城，这狼闻着味儿就来了。说你入我叶王府，本世子可保你无虞。世子，程清还是好好读书吧。今日之事已经传遍国子监了。我若这就被下注，那京城不就白来了？她是皇上的亲侄女，骄纵跋扈，无人敢惹，又对萧云亭一往情深。3皇子借她之手阻拦你，太容易了。此话怎讲？她在国子监里可是有不少拥趸的，想给你找麻烦太容易了。那你呢？这一介白身，在国子监人生地不熟，谁来护你？那不如孟师兄护我，如何？你出身国子监，又进了翰林院，
各位学子，给大家介绍一下，这位是南夷程氏族子程清，即日起进入国子监学习。程清在乡试中中了解元，天资卓绝，故而原定于下月的考核提前到今天进行。今日考核通过者，怎么会这样？直接进入1等班。进入1等班，修满8个学分就可以毕业，优秀者举荐入仕。这小子这么有把握？哼，有把握就直接参加明年春闱了。还有，本次考核定为3日。以往都是考核1日呀。3日？难道要宿在国子监？没错，这次考核，每位学子都有一个小校舍，吃住均在房内。注意啊，考核期间不得随意出入，跟明年春闱完全一样。俗称模拟考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见过大人。乡试中了解元，孺子可教也。解元恐非我这个师弟的终极。在南医书院同窗时，夫子们都说师弟资质比我还好。怀姐，当年你可是差一点就连中6元的状元郎啊，资质竟然比你还好。正是，程清只学了3个月的四书五经，便考上了南医书院。甚好，甚好。祭酒大人，听闻国子监的教舍分为3个等级，其中1等班是大儒教学。不错。实不相瞒，学生想参加明年的会试，来国子监当然想入第1等班，只是学生不想让大人徇私，学生请求参加考核。这下次的考核在3个月后，即使程清考进1等班，也学不了多久便要考试了。大人，不知您能否将考试提前到明天？如果和会试一样，封闭考试3天，那么祭酒大人应该更清楚学生的水平吧？祭酒大人，明年春闱，我们国子监能不能出个状元，就看你了。行，谢大人。我宣布，本次考核4时正式开始。现在还有1点时间，大家赶紧回去准备衣物和笔墨，切记迟到者不予考核。是。如此说来，这程清说服王祭酒提前小考，躲过了柔家。正是个妙人啊，能从老三手里逃脱不容易。这年岁已暮，这江山还得找个贤能接手啊。这天下是陛下的天下，陛下让他得民心，3殿下便得民心。这些年你在京城为朕效力，你父亲叶王在西北为朕镇守边疆，你父子2人都是朕的良将，朕决定赏你。谢陛下，终于能回西北了吗？朕觉得你跟柔家的婚事该提前了。陛下，不可！臣留在京中陪伴陛下，若得陛下怜悯，也好早日回到西北与家人团聚。朕赏的是叶王世子，朕要叶王世子娶郡主，世子便得娶。在国子监老老实实考了3天，比当年高考真是累多了。程清，小爷我接你来了，走。你怎么会来国子监啊？我可是知府之子，靠引荐就能来。不愧是官二代。倒是你，阴招不少啊，愣是躲过了郡主的3天追杀。惹不起我还躲不起吗？这郡主也不敢在国子监造次啊。现在好了，3日之期已过，不用再担心了。少爷，马疯了，坐稳了。不是马，是杀人来了。你好好坐着，我出去看看。
城见生了！我是一省建元，难以成庆，救命啊！玉贤，你快醒醒！我知道你想什么，但你千万别睡。你要是睡了，你就醒不过来了；你要是死了，谁还来国子监找我？难道你想要于知府白袍人送黑袍人吗？程青，你哭了。玉贤，快，这怎么回事？这人受了重伤，这刀伤就久了，不能动，麻烦你去找一些烈酒过来。还有你，最好去找些针线和干净的布条，有创伤药最好。好，走。伤得这么重呀？来，酒来了。小狼，这能行吗？不能行，要是送医馆了。玉贤，醒了，大夫，公子身体强健，现在经脉通畅，亦无大碍。这几日静养好外伤，用人参补气血即可。多谢大夫。这是哪儿？到底怎么回事？这里是医馆。前几日你为了救我，身负重伤，幸好被路过的农户看到，把你送了过来。到底是谁要害你？世子说是柔家郡主。快逃好，别乱动！我就知道是那3日之约，什么柔家郡主，明明是狠辣郡主。但我觉得不像是他。他虽然行事乖张，但不至于到杀人的地步。啊，对了，我在打斗的时候捡到了令牌，看看有没有用。这个是在你父亲自缢现场发现的令牌，跟三皇子的护卫令牌一模一样。三皇子的护卫令牌？三皇子，你一介草民，跟他有何恩怨？我不能说，但这就说得通了。看来三皇子已经对我有所忌惮，甚至到了救我性命的地步。必须要马上强大起来，才有自保的力量。这你就从了。等小爷我好了，告御状去。我们刚刚晋级，籍籍无名，皇上连我是谁都不知道，又怎么会信我？你不是很擅长考试吗？有小爷我罩着你，放心吧。等来年中他个状元，不怕他不认识。程青，没想到还是没能躲过柔家郡主的暗算，连累于三公子了。师兄不必见怪，而且这幕后之人恐怕另有其人。此事我在明，理在暗。我有义气，你且安心读书。有事起奏，无事退朝。陛下，臣有事启奏。说。
国子监考生程清带着伤找到臣，说是协助臣在南夷查水灾贪墨一案，被有心人盯上，当街遭到了刺杀。此物便是刺客身上所得。陛下，据臣所知，此物是三皇子殿下身上所有。臣当然是相信三皇子的清白，只是这人言可畏，还是调查清楚为好。呈上来。是啊，这到底是谁呀？这应该不是三皇子做的吧？不应该呀。老三，你作何解释？国子监培养的是国之重臣，如此岂不是让天下读书人都寒心吗？陛下，这块令牌是儿臣给柔家，方便进入府上所用。至于为何会出现在案发现场，儿臣实在不知。这柔家郡主不是和叶王世子萧云亭有婚约吗？怎么还拿着三皇子府的令牌？有了令牌，出入便再无禁忌，说明二人关系匪浅吧，犹如斯文啊！各位大臣有何想法，不妨大声些，让陛下听得到啊！老三，此事有你的罪过，国子监现在由你掌管，再出任何问题，便摘了你的帽子，做个闲人去吧。儿臣遵旨。陛下，臣还有一事，自古婚姻大事，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，我本应顺从。只是这柔家郡主身份尊贵，我恐没有那个福气，望陛下收回成命。准。多谢皇后娘娘送来令牌，将公主暗卫借给臣。程清在现场发现此牌，我才能和萧云亭联手让三皇子吃了这个亏。我们此次的所作所为，逃不过三皇子的耳目，恐怕他会对我下手。只是可怜了柔家，萧云亭当众悔婚，皇上咬着牙同意，他呀，伤心至极。仗着地位，便肆无忌惮地对无辜之人下手，这是他应得的。你似乎对京城中的皇亲国戚意见很大。微臣不敢，微臣只是觉得，郡主受天下万民之供养，就应当心系天下万民，不可胡作非为。庶人者水也，水能载舟，亦能覆舟。你有这种想法很好。怀瑾亦是庶人。我记得你曾经说过，读书是为了天下人。你不去京城，在这里能为百姓做什么？况且你不想问问清楚，他为何要抛弃你？皇后娘娘，微臣斗胆。当年是否……当年之事，我有苦衷，之后再与你娓娓道来。现如今京中局势，大皇子庸碌无能，三皇子蠢蠢欲动，都不是可托付江山之人。想必陛下心中已有定数。陛下对叶王府又打又拉，将萧云亭在京中留了这么多年，一来为了防止叶王做大，二来平衡京中各方势力，这样才好做好地位。你初入朝堂，能看得这么清楚，我很欣慰。怀瑾，我对你的期望不止如此。师兄，这皇后娘娘怎么知道的我？皇后娘娘听闻你在国子监外遇刺的事情，特意召见，想安慰一下你，不必紧张。我可是第一次进皇宫，能不紧张吗？这位是国子监监生程清，劳烦公公传达一下。走吧。虽然说没有找到真正是谁动的手，但是皇上已经夺了柔家郡主的封号，也算报一箭之仇了。没那么简单，读书吧你。虽然五官不太一样，
但脸型轮廓为何如此相似？难道爹没死？宣澄清。澄清，你对拨乱反正、天下归一这事有什么见解？禀陛下，说得好，说得对，有道理。好，第一甲第一名澄清。参见陛下。爱卿平身。澄清，你可是朕最年轻的状元郎，朕可以特许你一道谕旨，你可想好了？臣想好了。说吧。臣恳请陛下派臣操办皇后娘娘的千秋宴。爱卿，你不觉得大材小用了吗？臣不敢。君君臣臣，父父子子，能为帝王家办事，是臣的荣幸。陛下，状元郎年纪尚小，恐不熟悉宫中事务，臣请求与澄清一同负责皇后娘娘的千秋寿宴。澄清，你此次高中状元，皇上必定会下一道谕旨，你可愿为我操办千秋寿宴？三皇子难保不会在寿宴上做手脚，本宫要先下手为强。娘娘曾与师兄庇护澄清，在国子监免受三皇子搓磨，澄清愿意替娘娘吗？娘娘，微臣愿与澄清一同操办千秋宴。不必了，自会有人与你一同操办。娘娘，澄清初入朝堂，他还未……师兄曾经说过，学成文武艺或与帝王家，只有将皇上的私事办好了，才有意想不到的结果。难道师兄不想看澄清与你站在一处吗？不止如此，我觉得在皇后娘娘身边，会有我想知道的关于我父亲的秘密。皇上万岁万岁！皇后娘娘千岁！诸位爱卿，这第一杯酒，我们当敬皇后。来，诸位，免礼。这次千秋宴是云婷和澄清两人一起负责的，皇后可还满意？宴席安排得很好，臣妾于社稷无功，今天的两位栋梁之才为臣妾费神，真是惶恐。能为陛下和娘娘办事，是云婷的荣幸。臣无怨。父皇，儿臣准备的生辰礼，想必母后一定会喜欢。你有孝心，不错，拿上来吧。这是凤凰，皇后，你来看看。
上天将这祥瑞之物借用3殿下之手，送到皇后娘娘御前。娘娘的圣德青天可见，陛下圣明，娘娘贤德。老三，你做得很好。来人，先把这个祥瑞送到皇后的寝宫。是。护驾！护驾！护驾呀！护驾！护驾！护驾！血，有血！凤凰气血，不祥之兆啊！老三，这就是你送的大礼吗？父皇、母后，并非儿臣所为。若儿臣有一心，怎么会冠上自己的名头来送礼呢？小的该死，小的刚刚脚下踩空了，真是该死。启禀陛下，这里的确有2块地砖松动了。微臣办事不力，请陛下责罚。娘娘，住手吧！上天已是降下了警示，您的所作所为不会成功的。奴婢真的不……你在胡说什么？娘娘，回头是岸。来人，压胜之术，拖出去！娘娘，大胆无婢，竟敢陷害皇后娘娘！父皇息怒！皇上息怒！凤凰气血，不祥之兆，压胜之术更是不能触碰的禁忌。臣妾德行不修，无法天居国母之位了。臣妾愿意退居让贤，只求清白。皇后，快请起。皇后，你我夫妻结发多年，你的为人朕比谁都了解。这个宫女竟敢陷害皇后，其罪当诛。好一出以退为进。不过皇后虽然诬陷3皇子不成，倒是逼出来了3皇子安插在身边的奸细。陛下，小宫女竟敢攀扯皇后，其背后定有人指使。如若不调查清楚，娘娘今后如何料理后宫，如何做天下女子表率，臣愿戴罪立功。恳请陛下派臣去调查此事，还娘娘清白。臣也愿将功赎罪，尽一份微薄之力。请陛下下旨，彻查本宫居所坤宁宫。好啊，那就搜宫吧。正好朕也想看看躲在黑暗处的小人是如何陷害咱们皇后的。澄清、云婷，交给你们了。是。将坤宁宫所有宫人依次带到这里，我要逐一审问。金蕊还有御史，先关他们2天，只给食水，不允许任何人与其交谈。小程大人，此事事关重大，唯有重刑拷打，才能吐出真话。连陛下都相信程大人，你们有什么可质疑的？就照程大人说的做。是。我列了一个提问清单，世子请看。我打算在此基础上增添问题，打乱顺序，多审问几次。说谎之人必有端倪。那若是查出说谎的人，按照慎刑司的规矩，要用什么刑具？难道我们还要拦着？二位大人，这是从坤宁宫中搜出来的，皇上让我交给二位大人。这是太后的。看来背后之人用心险恶，其心可诛。此事恐怕前朝后宫都有牵连。我人为言轻，审问宫人在所不辞，只是重要关键还需要世子帮忙。你的意思是？3皇子。老三，这事因你而起，你要避嫌，回府里待着，没事不要出门了。儿臣遵旨。没想到这么多天没让你睡觉，见到我还这么沉得住气，不愧是坤宁宫的大宫女。承平3年，你父亲去世，
皇后娘娘许你出宫拜祭，承平5年，你母亲病重，娘娘赐给你老身一职。皇后娘娘待整个坤宁宫上下都不帮，尤其是待你这个大宫女甚乎。我不明白，你为什么要站出来诬告皇后娘娘？因为你想做人上人。每个月的初1和15，皇上都会前去坤宁宫看望皇后娘娘，恐怕这也是你最期待的时候。可惜，皇上尊重皇后娘娘，在坤宁宫，只要皇后娘娘不发话，皇上是不会碰你。你已经20多岁了，皇后娘娘一厢情愿为你找了一个好归宿，也为你挑好了一个5城兵马司的年轻武官做夫婿，你的时间不多了。虽然仅凭此事也无法断定诬告皇后娘娘巫蛊，但是你应该很好奇，为什么仅凭2天，我便对坤宁宫上下的细枝末节这么清楚？因为狼姬。狼姬味道浓烈，用其测谎，自古有之。只要将其燃烧，放在人的口鼻下闻，说真话的人便能闻到狼精的味道，并且浑身抽搐；说假话的人闻不到任何味道。那么我请问你，幕后指使你的人是不是三皇子？不是。哈哈，你承认了，便是三皇子无疑。我没有，我闻到了。哎呀，这就是一根普通的猪骨头，我刚吃完的。你能闻到什么？你骗我！你骗我！你骗我！三皇子，我没有猜错，果然是你。殿下贤妇在家几日，日子过得可还清闲？父皇让我避嫌，我便多揽几日。皇城司将皇城翻了个底儿朝天，也没找到殿下所说的卖给你祥瑞奇石的商人。商人云游四方，不在京城，倒也寻找。可有向南方探查？已经派人去了。很好，世子办事得力，想必日后父皇会更加倚重我。殿下可知，今日皇后的娘家承恩侯府京城已被夺权。父皇当真连母后仅剩的娘家人也不放过？看来殿下似乎并不意外。殿下闭关期间还真是耳目未闭，毕竟昨夜丑时才抄的家。世子说笑，我这几日不过在家练字静心。好，说正事。今日禁军从坤宁宫搜出件阿萨物，又是压胜证物。有趣，臣只说是阿萨物，殿下怎知与压胜有关？既是从坤宁宫暗室中搜出，不是巫蛊，难道是？更有趣了，那证物的确塞在暗室是没错，可殿下是如何知道的呢？陛下，臣已经问完了。父皇，朕之前看你颇为务实，没想到你心胸竟如此狭隘。堂堂皇子，使的手段和后宅妇人没什么两样。父皇，这事不是儿臣所做的。事到如今，你还在狡辩，你以为自己做的天衣无缝吗？你诓我！臣只是帮陛下做事。父皇，你听我解释啊！有什么可解释的？传朕口谕，收回三皇子手里的所有差事，立刻回府静思己过，禁足3个月。三皇子终日打雁，被雁啄了眼的感觉不好受吧？提醒你一句，别以为你是三皇子，便什么人都敢欺负。雨伞，雨伞，雨伞。程清，真没想到你还会查案呢。雕虫小技，倒是你
为了护家伤了眼睛，皇上跟我说咱们是同乡，让我过来看望你。其实之前你被刺，我就觉得是三皇子在背后搞鬼。现在好了，禁闭3个月，无诏不得出，也算是大仇得报了。哎，你这话说的，搞得跟我查案是为了公报私仇一样。我说你这短短几个月连升3级，你这官升得挺快啊。我听说皇上对你很满意啊。哪有？你不也是百户了吗？话说，自从我弃文从武，我爹就没有一日不对我吹胡子瞪眼。眼下总算是过了几天好日子了。其实也不好，整日嘘寒问暖，是我麻得紧。你伤成这样，你爹心疼还来不及呢，哪舍得骂你啊？难道你就不心疼吗？你若想让鱼师府恢复正常，做个整日吹胡子瞪眼的严父，我倒是有个办法。什么办法？告诉他你有断袖之癖。你们干什么呢？打情骂俏啊？我们是替陛下和娘娘来探望于百户的，但看到现在他已经活蹦乱跳，还能打人了，想来是已经好的差不多了。陛下和娘娘知道了，一定很开心。我以为师兄是正经人，没想到也这么打趣。哎，你什么意思啊？本世子就不是正经人？和孟师兄比起来，还差那么一点。我看你是忘了谁帮你搞定三皇子了，真是翻脸比翻书还快。世子是为了帮我，世子是为了退婚，然后立功回西北吧。好了，别闹了。师弟，这次虽然重创了三皇子，你也在陛下跟前露了脸，但你毕竟刚入朝堂，还是要小心一些。是，师兄。唉，还是这么听话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是童养媳呢。哼，淮南大旱从2月到8月都没得到解决，这就是你们所说的替朕分忧吗？废物，一群废物！哼，皇上这次生气是因为淮南大旱波及到了亳州，皇上的祖陵就在亳州，大旱必有大乱。亳州若是乱了，皇室祖陵就危险了。陛下，臣记得程状元曾经写过一篇关于治灾的策问。程爱卿，你有何高见？回陛下，臣认为应该先要解决亳州城外区区的流民。这也没什么呀，此法不懂上法子，恐怕不可行啊！我还以为程状元有什么高见呢，没想到只是这么简单的回答。大家自然都知道。陈状元，流民安置自古以来就是大问题，流民所到之处，如蝗虫过境一般。如果处理不好，那就是断了亳州城的根。这个罪，程状元，你可得想清楚。我们可以将流民收编。收编流民，那得有土地啊。亳州城虽然富庶，但是城内城外的土地都是有主之物。难道我们要把这土地白白的分给这些流民？流民千千万万，就是把整个亳州城分了，恐怕也不够啊。我的意思是，可以不用拿土地，想要在亳州城安家，可以让他们自己努力，可以让他们自己努力。让流民自己努力，这是一个状元能说出来的话。在我看来，这个疯子在陛下面前风言风语。就是，流民连肚子都填不饱，他们怎么努力？靠什么努力？程状元，你太让朕失望了。陛下，亳州城和附近几个城市可是临近大运河，我们完全可以以工代赈。以工代赈？对呀，以工代赈，不就是让他们自己努力吗？我怎么没想到？陛下，以工代赈。如今整个淮南都是旱灾，别说流民了，
就是亳州本地的居民都难以自保，靠现在的产业根本不可能。没有产业，那就创造产业。创造产业？你以为是种大白菜？大皇子，亳州城可是临近大运河，那又怎样？程大人的意思是要修建码头？没错。修建码头倒是个不错的主意，用朝廷的名义去征集流民去做工，用银两或者粮食支付报酬，流民的基本生计暂时得以解决，亳州也有了自己新的码头。父皇，修建码头劳民伤财，如果每个靠近大运河的城市我们都修建一座码头，朝廷的银两恐怕难以支撑吧？我可没有说过让朝廷出钱。朝廷不出钱，难道你能变钱出来？这不可行嘛！人的钱，程清，不知大皇子可否知道摊派？你这样做会引起整个淮南的富绅大商对朝廷不满。大皇子，这可是陛下的天下，难道富绅大商出钱让朝廷减轻负担，不是他们应该做的吗？还是大皇子觉得这是不对的？行了，这事儿就按照程状元说的去做吧。父皇，儿臣觉得，既然程状元提出如此好的意见，不如我们就以程状元6元及第的名义，去征调那些富绅大商的钱财。微臣以为不妥。陛下，此事还是以朝廷的名义去做，更加稳妥。程状元替我朝解决的治灾之法，确实值得宣扬。就按照大皇子所说，用程状元的名义去征集钱财，并且修建码头，让天下传颂。得罪了淮南的富绅大商，就算你是6元及第的状元，这朝堂你也别想再往上一步。臣还有一个请求。程清，大皇子是想让你成为朝堂中某些人的眼中钉啊！臣还有一个请求。说吧，只要不过分，朕都答应你。臣希望将修建好的码头，投资者和朝廷1人1半。靠近运河的城市大多依托水运而行，谁有码头，谁便有话语权。建好的码头，投资的富商大绅与朝廷1人1半，就相当于给他们披了一层皇上的外皮。就算让他们投尽家产，他们也心甘情愿。妙招啊！对呀，是啊，确实是妙招。准了。臣告退。多谢大皇子为我宣扬功名。程清，你别得意，我早晚让你死无葬身之地。大皇子在朝中的信臣颇多，皇上一直犹豫立他为太子，你这次可是把他得罪了。淮南大旱，流民满地，身为朝廷命官，若还因为朋党之争逞口舌之快，这样如何对得起百姓苍生？我不怕得罪，也不能怕。程清，不必担心，师兄，程清有本事自保。要我说，皇上还会继续重用我呢。程清，微臣在。你多次立功，是朕股肱之臣，朕想立大皇子为太子，想听听你的看法。这就要立太子了。回陛下，立储之事有关国本，此事体大，臣也不敢妄言。军情急报，陛下！军情急报！军情急报！说，北蛮兴兵进犯，西北要塞失守，夜王重伤。说什么？这西北失守，夜王重伤。陛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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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个陛下，陛下身体抱恙，立储之事还未定，请大皇子避嫌。高的，我只是关心我父皇。父皇，请大皇避嫌。首辅大人，此事理应先请御医。传御医，快！国务储君应当告知皇后娘娘，
派人去坤宁宫接皇后娘娘。皇后娘娘到。皇后娘娘到，陛下的龙体理应交由皇后娘娘。母后，先将陛下移至后殿，本宫会一直陪着陛下，直至醒来。是。小心点。云婷，你留下。忽闻陛下昏迷，本宫来的路上就下令宫禁，命皇承司看管各处，后宫妃嫔不得擅动。皇后娘娘，情况危急，西北又出战事，宫中不能没有人主持大局啊！陛下昏迷前曾言立大皇子为太子，现下应由大皇子监国啊！乱臣贼子，你们可是在诅咒陛下！高大人，陛下醒来之前，前朝之事就交给你了。是。娘娘，叶王府世代镇守西北，如今要塞失守，叶王重伤，我身为叶王之子，责无旁贷。你身体本就不好，怎可舟车劳顿？云婷本就没几天好活，如果能死在西北的战场上，也算是最好的宿命。我愿即刻启程西北，为陛下和大魏尽忠。准。于百户，请你留在乾清宫中，与本宫一同侍节。是。程大人，孟大人，在。陛下本就信任你们，请你们暂且留下。是。其余等人听高首府差遣，回6部各司其职，戒严恭敬，不得擅自离开。是。父皇在朝上真的这么说？殿下，此番恐怕有诈，不可冲动行事。看来父皇这次真的生气了。我自封闭以来多次闯祸，父皇的态度却一直没有松动。这个皇后无儿无女，一个老妪，父皇为何如此看重？大殿下那边，如今父皇昏迷，宫中戒严，皇后和大哥把持着局面，我不能再坐以待毙。我和大哥之间必有一战。皇后娘娘，陛下还没醒吗？御医说，3日之内醒来才会有希望。可眼下陛下已经昏迷3日了。皇承司来报说，今天早上有人敲登闻鼓，状告。说吧，不用害怕。状告皇上弑父杀兄，又怕功高震主，灭了郭家猛男，只留您一人。眼下京城风云四起，人心惶惶，又说您是您一手策划的。他果然是坐不住了。皇后娘娘，臣有护卫乾清宫之职，还请您暂避，臣一定会保护好陛下的安全。儿臣也愿效一份力。娘娘，娘娘，不好了，三皇子带人杀进来了。随我去后殿保护父皇。微臣护驾不力，求您暂避。本宫哪里都不去。你的伤势如何？微臣无碍。敢问皇后娘娘，父皇人在何处？你带兵包围乾清宫，这就是你的孝心。若不是一片孝心，我怎会带兵闯宫？你们把持乾清宫，封锁消息，我要亲自确认父皇的安危。多说无益，于显，保护好陛下，不要让陛下落入逆子之手。你们算什么东西，也配闯宫？配不配，试试便知。给我放箭！
下不能留在乾清宫了，我是变大，便入口鼻，对婢妾不利。陛下已经被转移，现如今不在乾清宫。老三，你这个不忠不孝的东西，今日就替父皇了结了你！大皇子，娘娘快离开这儿吧！不要留在这儿，逆贼才会相信陛下的请求，更不要为陛下全心圣己。是萧家军，陛下没有过问。这帮逆子，朕一生病，果然狼子野心全部暴露。陛下，已将逆贼控制住了。云婷，你这次做得很好。叶王府的忠心值得信任，走吧。皇上驾到！参见陛下，参见世子。萧家军誓死守护陛下。皇帝果然是壮丁，算计了好大一盘棋。萧家军、御林军听令，把这些反贼拉下去，然后给我仔细搜，千万不能放过任何一个反贼。遵命。皇后请起，我们夫妻本是一家，我是不会怀疑你的。这些日子宫内宫外你都照顾得很好，朕很是满意。陛下，三皇子他什么狗屁三皇子，简直就是猪狗不如的东西。等尘埃落定，朕要亲自审问。陛下，大皇子身受重伤，需要救治，要不然……陛下，大皇子此次救驾确实有功。传太医。孟怀瑾救了臣妾，也身负重伤，臣妾恳请陛下一同救治。准了。回禀陛下，娘娘，大殿下伤口之深，微臣恐无能为力。不好你也给我治，脑袋不想要了吗？陛下饶命！事关大殿下，微臣不敢不尽心竭力。但大殿下伤口之深，流血不止，需要有精通缝合之术的医士。微臣听闻程大人会医治疗外伤的奇器，曾给皇城司于显大人治过刺伤。程清，你有办法吗？儿子都被你做剧害成这样，还来问我办法？陛下，臣愿尽力一试。快！外伤已经缝合好，血已经止住了，只是目前高热不退，至于能不能治好，还要看御医大人。我去看看师兄。去吧。陛下，程清的缝合之术果然神奇，陛下可否与臣妾一同观看？好。你这……这是我从小就有的胎气，你放心吧。可是你这胎气怎么是一片红云？红云？什么红云啊？陛下，微臣并无大碍，让程大人去给别人医治吧。一模一样。恭喜皇上，喜获嫡长子，小殿下生得玉雪可爱，还有一朵小祥云。皇后辛苦了，来让朕抱抱。
朕的乖儿在。皇后，我记得我们第一个孩子身上也有一个一模一样的胎记，你难道没有什么可以跟我解释的吗？陛下，当年的孩子确实是在臣妾怀里凉透的，如今怎么会在这里？他绝对不会是我们的孩子。怀瑾身上有个一模一样的胎记，你作为孩子的生母，难道你不想过来看一眼吗？陛下，臣妾绝对没有记错。滴血认亲。去。给皇后娘娘好好看看。皇后，现在该对我说些什么了吧？陛下，臣妾是有苦衷的。臣妾明白，当年顾家在朝中树敌众多，又犯了满门抄斩之罪，只留下臣妾一人。臣妾顾念陛下恩宠，担心这孩子会为陛下带来祸端，才将他送出宫外的。怀瑾自幼天才卓越，年纪轻轻连中3元，入国子监，名满京城。正因为是陛下的血脉，才继承了这救世之才啊！陛下，你应该更明白的。皇后，是朕误会你，快起来吧。传朕口谕，怀瑾是朕的嫡长子，就是未来的太子。孟怀瑾竟成了太子！父皇，我才是你最疼爱的孩子！拉下去，把这畜生拉走！父皇！朕记得你小时候，大概这么大的时候，经常趴在朕的腿上嬉闹。你现在看你变成什么样子？让父亲失望了，孩儿认错。可父亲假死，逼我起兵之时，可曾想过，我们是骨肉相连的父子啊！朕是皇帝，你笑什么？儿臣一直以为父亲对我万般宠爱，一定会将皇位传给我。可如今看来，您只怕您老了，怕没有人再臣服你，连我也不过是您的一枚棋子罢了。是你自己太贪心了。陛下，儿臣知道，今日谋逆一事，难逃一死。不如我再告诉您一个秘密吧。好啊，朕也想听听你还有什么可狡辩的。儿臣知道，父皇宠我，当年河西赈灾贪墨案，父皇就是因为宠我，饶了我一死。可父皇知道，那贪墨案的金额是26万两。26万两，账簿上明明是2万两不到。若只有2万两，那怎够儿臣收买朝臣，渲染私兵？你敢蒙骗朕？不是我，是您亲自挑选的状元程钦。他从状元比试时就是我的人，算术天赋极高，做的假账天衣无缝，皇宫间5亿人能够看出。垂死之人还想攀咬，你怎么变得如此心机？儿臣只是想看看父亲看错人、信错人的样子。陛下，您看错的事情太多了。看没看错，我自会定夺，用不着你来教我。哼！
父慈子，君君臣臣。大人，发生了什么？你怎么突然出宫了？我们都被皇后那个毒妇骗了，她要让孟怀瑾登基，什么仰慕豫章太子为人，什么恨毒了当今伪帝，都是蒙骗我们的话术。老爷为他筹谋多年，他竟从头到尾都在利用我。这个毒妇恐怕就要对伪帝下手了。他隐忍多年，慢慢给伪帝下药，拖垮他的身体，现在就差最后一剂猛药，就能要他的命，天下就是孟怀瑾的了。老爷，接下来怎么办？若那孟怀瑾真的被立为太子，那小主人我岂能让他如愿？召集所有旧部和死士，我要与皇后不死不休。遵命。这账本确乎出自你手。是。你真是三皇子的人，你谋反了呀！我没有谋反。做账本的时候，我竟没有想到是便宜了三皇子。我信你，我现在就去找皇上讲。陛下，没用的，这不是皇上想要听的答案。他生性多疑，如今西北大战的关头，他干的竟是装病逼法，他是不会允许自己身边的人有半点谋逆之心的。必死无疑，我必死无疑。况且，这还不是我最重要的秘密。这是干嘛？这便是我的秘密。你是女子？我真怀疑你。怀疑什么？怀疑你看上我。你精神病吧？我喜欢你？开玩笑，黄脸小矮子。陈清，你哭了。可我还真瞧上了这黄脸小矮子。你愿离经叛道，以命相护，你会后悔的。你说什么？你把衣服穿上，你这样不成体统。我真的要死了。是，你确实要死了。欺君之罪，必死无疑。你让皇上成为全天下人的笑柄。不仅你要死，所有知道你秘密、帮你隐瞒的人，全部都要死。
这件事还有谁知道？孟怀瑾知不知道？只有我爹娘知道。孟师兄或许猜到了。要掩盖这个秘密，我总不能把这些人都杀了吧？告诉你我的秘密，不是想拖你下水，而是想让欺君之罪的影响降到最小。我想用我的死来换其他人。你用你自己的命换？你的命只有一条，你能让皇上赦免所有人吗？你是100年来第一个6元及第的状元，此秘密如果泄露出去，从乡试到会试，每一场考试，所有考官都要受牵连。是，正因为我是100年来第一个6元及第，皇上在电视上钦点的状元，皇上若不想颜面尽失，必定会向我按乱党处置。这个秘密不会有人知道了。你以为只会是处理是吗？我承认你的确很聪明，到了眼下这个节骨眼，你还能精准地推测皇上的想法，并且定下损失最小的法子。可眼下是多事之秋啊，皇上他也没办法，你这样难为天子。是，天子的怒火如果发泄不出，我必定要独自承受。独自承受？承受什么？五马分尸还是凌迟处死啊？我愿意。你愿意？你是心愿得偿了，那我呢？我亲手将你送上死路啊！我余生都不得解脱啊！你如果非要这样做，我陪你一块共赴黄泉。什么爱恨情仇，等到了地底下再慢慢清算。陛下，你冷静点。好，你安排的很好，可这个忙我帮不了，你这功我不愿意领。你可以去找你那个孟师兄，去找萧云亭，让他们去揭发你，到皇上面前去揭发你，一是大功一件。是，这就太不讲道理了。说什么？我呢？你不想让孟怀瑾愧疚一辈子，你就完全不管小爷我下半辈子的死活了是吗？你休想！我现在让你死，我太便宜你。你好好想想吧。听好了，此人我要亲自审问，没我的允许，其他人不得靠近半步。是。你让程青陷入险境，不是你让他去查的账吗？你是如何知道的？这天下就没有皇城司不知道的事。你选择加入皇城司，就是选择了当走狗，和程青就是两条路上的人。你懂什么？我那是在帮他，我救过他，这一次也是一样。于千户、孟大人、萧世子，皇上传3位进去呢。微臣拜见皇上。今日你们3个能一起来面圣，倒是稀奇啊！朕猜你们是为了成亲而来吧？皇上圣裁。先看看这个，这是皇城司在城府找到的证据，朕想听听世子的看法。这就是你救成亲的办法吗？陛下，臣未觉得有何不妥，这字迹有些像，又有些不像，倒是孟大人和程青一同求学过。臣斗胆，请孟大人明辨。给他安一个要命的罪名，去掩饰更要命的罪名，好法子！看来要演一出大戏。依臣所看，这确实就是他的笔记。不过程青好歹是6元及第的状元，就算真有大不敬的想法，又何必写下落人口实？皇上多疑，不喜欢文官和武将站在同一阵营，我们越是敌对，皇上越不会深究。孟大人这是不信我，皇城司的铁证了。这信上既无抬头，也无落款，何来铁证一说？陛下，
澄清在诏狱中已经亲口承认是他自己所写，此乃大罪。这世人谁不知道黄承思严刑逼供，手段了得？皇上，依臣所看，澄清一案有待商榷。怀瑾，自从那年你参加殿试，朕点你为状元，朕就非常的器重你。那天得知了你的身世，顿时让朕惊喜万分。澄清不敬君上，是因为他姓程，虽然有错，但其情可怜。朕问你，你今日这么保他，难道你也姓程吗？陛下的问题，微臣无法回答。微臣姓什么，从来不是由自己决定。陛下觉得微臣该姓什么，那臣便姓什么。云婷，让澄清去这里。这和赐死有什么差别？澄清，怎么样？你们是来下断命诏的吗？不是断命诏，是流放。皇上没有将我赐死。多亏于千户想了一个以毒攻毒的法子，我原本的办法都没用上。于三啊，恐怕把你这辈子的才智都用在这一次了吧？我说孟怀瑾，你还没当上太子，你太得意了。你们到底在说什么呀？于千户去你家，亲自搜出了你的一封亲笔信件。澄清相信我父亲没有贪污郑家的银两，既然找不到证据，那程某便假造一套账目，为父亲伸冤。信中将做假账的目的指向了为父申冤，并非是与三皇子勾结。如此一来，你为了私情而假造证据，虽然也脱不了欺君一说，但能脱离谋反乱党，罪不至死。于三，谢谢你。小爷说了，我罩着你。可死罪可免，活罪难逃。皇上将你贬谪的地方是这里，大古寺，专为皇上守灵的地方，无诏不得出寺。这恐怕是要将你软禁的意思。西北情况危急，陛下已同意我去镇守西北。京中形势诡谲，不如随我回西北。多谢世子好意，边塞自由，但我从此便要隐姓埋名的活着。京城凶险，可这里还有我的母亲和姐姐，我不会抛下他们不管的。我会时常来探望你的。于千户，万不可玩忽职守。只有留在京城，才有转圜的余地。谢谢你们。娘娘，陛下喝了药还在休息。你退下吧。是。皇后娘娘，顾叔，你站近些，让朕看看，朕快要死了，你不难受吗？你笑什么？你有没有心？谁没有心？臣妾陪着陛下一辈子，怎么会没有心？没有心的是陛下。你害死先太子一家，东宫几百号人死在大火之中。你有心顾家，对大魏忠心耿耿。我父亲支持你坐稳了皇位，你转头就灭了顾家满门，把我囚禁在这宫中。萧玉州，你才没有心！我告诉你，我们的孩子已经9个月大了，我喝了2剂药才将他处理掉。什么？萧玉州，你这种人，我是绝对不会为你孕育子嗣的。不可能，不可能！怀瑾是朕的儿子，你恨朕，所以你把他藏起来，不让朕知道。朕的江山岂能没人继承？朕在位26年，兢兢业业，对得起列祖列宗。陛下，臣妾忘了告诉你，怀瑾就是顾家满门惨案中的唯一活口。什么？嫡系任期是臣妾早就安排好的，那是臣妾动了手脚。你胡说！你胡说！你这个毒妇！
真要掐死你！爹，我做到了。若怀瑾，您的孙子即将成为魏朝新主，小玉主算计一生，杀了顾家满门。没有想到，最后就落到了我们顾家人手里。 嫂子，嫂子，这是保住顾家血脉的唯一机会，我一定会为爹娘报仇的。你就不该来到这个世上，娘娘。娘娘，传话京城内外，本宫今日分娩，为皇上诞下嫡皇子，是唯一的嫡皇子。 恭喜皇上喜获嫡长子，小殿下生的玉雪可爱，还有一朵小祥云呢。皇后辛苦了，让朕抱抱。哎呀，朕的乖儿子。陛下驾崩了。 高首府，你可算是来了。陛下可有一密一诏？朕若驾崩，即刻召高首府入宫，扶太子怀瑾即位。太子继位是好事儿，权力平稳过渡，大魏不用继续动荡了。明日朝会召集宗室群臣，宣布此事。都听高大人的。先帝还有说过什么话？皇后娘娘现在人在何处？ 皇上是在皇后娘娘面前离世的，娘娘悲痛过度，现在被送到坤宁宫休息了。那太子呢？不好了，不好了！皇后娘娘啊不，太后娘娘不见了！什么？这……皇后娘娘，这是巾帼不让须眉啊！ 跑城府啊！难怪把程某耍得团团转呢。是你啊，程知远，程大人。早知皇后娘娘有如此手段，程某岂肯和娘娘合作？娘娘说恨死那个狗皇帝，一心想为顾家报仇，程某才愿意相帮。未曾想娘娘连程某一起利用。本宫和先生的几次合作，难道先生没有获利？皇上如先生所期盼的那般死了，本宫可一心只想为顾家做事，何曾诓骗过先生？ 那为什么是他孟怀瑾继位？娘娘真是好算计，一朝欲擒故纵，皇上心甘情愿地跳上圈套，狸猫换太子，从此江山要改名姓顾。先生与豫章太子旧部自居，想推豫章太子的后人继位，可本宫至今都不知道豫章太子的后人是谁，有何才干，又如何将江山社稷托付之。如今萧玉仲死了，现如今留下遗诏让怀瑾继位。 本宫觉得，没有人比怀瑾更合适。简直大逆不道！先生也不遑多让。现如今，你到现在都没有让豫章太子的后人现身，
本宫可否大胆猜测，豫章太子的后人已不幸蒙难，你已无人可退，才东躲西藏，不敢和萧玉仲正面为敌。娘娘不必激怒成母，不过你既然已落入我手中，不妨告诉豫章太子的后人，其实就在您的眼皮子底下。难道是程清？娘娘，我真是好胆色！你若不是萧玉仲的儿子，我程某定会发自内心的欣赏你。孤可当不起程先生的欣赏，先是假死脱身，又花这么多年去布局，那你为何不敢在先帝活着的时候与其光明正大的对战？他们不是没有行动，淮南灾变、凤凰祥瑞都是他们的手笔。现在明白，已经晚了。你觉得你还能活着出去吗？程大人如果真的想杀我，大可不必劫持皇后娘娘在这儿等着我。你果真聪明。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你还希望我把程清带走？程清，孟师兄早已将我接了出来。程清，这个狗皇帝薄情寡恩、兔死狗烹、滥杀功臣，他的儿子你也能相信？不要把命运交到任何人手里，你可以自己掌握。程清，先豫章太子的后人，我这么做都是为了你。你说我是先豫章太子的后人，可我连你是谁都不知道，还担心你把我骗去送死吗？我是谁？你最应该清楚我是谁了。小狼，我以为你早就认出了我，但你一直没有认出。什么事啊，爹？爹要出一趟远门，你要听话。你记住了，除你娘之外，你不要让任何人知道你是你妈。程之友，是你！一心谋反，不惜假死脱身，抛妻弃子，我要杀了你！你简直是大逆不道！我有什么大逆不道？你说我是豫章太子后人，而你不过是我祖父旧部。我以少主身份诛杀一个分不清上下尊卑的祖父部下，有何不可？你有此心，说明我培养出来一个帝王。少主年幼，被人蛊惑。先太子殿下，若对少主有冒犯，待少主日后登上宝座，我自然会去地下向太子殿下请罪。还愣着干什么？赶快除掉伪帝的皇后太子，送他们去地下与伪帝团聚。谁谁都活不了！住手！程清，站住！怀姐，小心！是，千里密跑，快去救他！逆女，变化太大了，还是我记忆中的程清吗？你到底是谁？我不是程清，又能是谁？当年你抛妻弃子，假死脱身，我变成了一个全新的自己，一个不受你控制的自己。你打错算盘了。你敢弑父？你一边举着豫章太子的大旗，一边干着谋反的勾当。一旦开战，便是置百姓于不顾，大义灭亲，合情合理。难道你不想当皇帝吗？有
铁信你有实力，为什么要把机会留给别人？伙计，他值得你一辈子信任吗？那你原著以女子身份当上皇帝，不可能！那你尊卑有别，绝对不可能！父命宠你我20年，让你毁了我的计划。父命宠你我20年，让你毁了我的计划。你没事吧？没事。世子、师兄他们怎么样了？你小命都差点丢了，就只知道担心孟怀姐。世子不是在西北吗？怎么突然又来京城了？我已经打退进犯西北的北齐人，他们的皇帝战死，正忙着内乱呢。世子英武，真稀奇，你难得夸我一次。放心吧，你师兄和娘娘都还好，倒是你，先太子后人，就不怕犯谋逆罪？不如跟我去西北吧。世子不用担心，澄清自有去处。你明知她是女子，让她入阁拜相，若是她的身份败露，你也会被质疑。姑母亦是女子，难道姑母觉得你比朝堂上那些男子要差？男子可以做的，女子为何不可？我当然知道，只是男尊女卑，事事都是如此。那就改变它。我也没想过有一天自己会当上帝王，但是姑母，你做到了。现在大位交到我手里，我就应当任人唯贤，不分男女。此事不可操之过急。姑母放心，我不是冒进之辈。你若是舍不得澄清，可以把她留在你身边，做不了母仪天下，封个妃也够了。母仪天下，她怎么做不得？只是澄清，你可愿恢复女儿身，做我的皇后？澄清自会恢复身份，只是师兄有治国之德，济世之才。如今先帝留下的局面并不好，梁君不可缺贤臣。澄清愿与师兄并肩，为大魏朝力挽狂澜。若我不愿意呢？师兄恐怕也不想重蹈覆辙吧。只是宫中这四方之地是困不住雄鹰的。有事启奏，无事退朝。陛下，臣年老昏聩，请辞归乡。承侍郎勤勉忠直，臣恳请陛下准臣致仕，让承侍郎接任首辅之职。承侍郎年纪不过20，资历尚浅。澄清已主办淮南赈灾，多次救驾。承侍郎从未主理过6部。澄清不仅文章通达，还精于算术。承侍郎澄清肚子破了都能缝上，救人性命，你们行吗？这确实。准，高首辅致仕，3日后澄清接印。澄清，你可有话要说？臣但求恢复女儿身。竟然是这女儿身，这个是启禀的。魏朝从未过女儿的不是啊！这怎么什么呀？看看西皇上也太令人费解了，居然要天下女子参加科考做官，简直荒乱，这都乱了。可以参加科举了，没听居然真新鲜！什么？首辅澄清程大人先任第一日说她是个女子啊！首辅都是女子，有何不可？